迎各位，我是 GSM Channel 的首席另類資產戰略分析師。今天這場私密簡報，我們要來拆解一個關鍵，而且完全還沒被市場正確定價的結構性缺口。我們的主角是一種被市場嚴重誤解的工業金屬。身為戰略顧問，今天我不會跟各位喊口號，我們就純粹跳脫市場的喧囂，用最冷靜的供需數字來發掘一個被主流媒體嚴重忽視的非對稱機會。好，我們直接切入正題。說到白銀，大家第一反應是不是覺得不就是廉價版的黃金嗎？就是一種跟着黃金漲跌的避險資產罷了。今天我們必須冷靜地打破這個舊幻覺。白銀現在面臨的根本早就不是貨幣政策的問題了，它其實已經完全轉變成一種不可替代的戰略金屬。它真正的價值驅動力是來自於激進而且完全不受景氣循環影響的科技與工業消耗。在帶大家看供需數字之前，我們得先確立白銀的物理天賦。簡單來說，白銀是所有天然金屬裡面電導率跟熱導率最高的元素。這個絕對的物理特性，讓它在現代科技應用中幾乎無法被替代。像是半導體封裝，或者是太陽能電池板裡，我們都必須用到導電銀漿，把它網印在硅晶片上當作集電極，才能把電流最高效地引導出來。現在，請大家先記住這個關鍵數字：20毫克。你買的每一塊常規太陽能板裡面差不多就只含有20毫克的白銀，聽起來微乎其微，對吧？但各位都是看宏觀局勢的投資人，當你把這區20毫克乘上全球每年新增的幾百個 GW 的太陽能裝機量時，這個微小的零組件瞬間就成了一個宏觀經濟學上的巨大黑洞。把尺度拉大來看，衝擊就非常具體了。根據業界精確的估算，全球每安裝10 GW 的太陽能容量，10打10就是要消耗掉大約50到70噸的白銀。這是一個非常龐大而且完全無法妥協的剛性需求。各位稍微在腦袋裡消化一下這個數字：22000萬噸。2024年全球太陽能新增裝機量突破了450 GW， 這代表什麼意思？這意味着光是去年單太陽能這一個產業就徹底抹去消耗掉了超過22000萬噸的白銀。為了讓各位更直觀地感受這個數字有多重，我們來做個很殘酷的對比。一邊是太陽能一年的消耗量22萬噸，另一邊呢，是全球礦商辛辛苦苦一年開採出來的純銀礦總產量，大約落在25萬噸左右。這是一個極度震驚的現實，僅僅太陽能單一產業的剛需，就幾乎霸道地耗盡了全球整整一年新開採的純銀礦，其他的產業連碎屑都快分不到了。當然啦，一定有人會說，等等，我們不是還有回收銀跟以前的庫存嗎？沒錯，如果我們把回收銀跟庫存調節全部算進去，全球的總供應盤子大概會擴張到31000到34000噸之間。但就算把這些全算上，太陽能的消耗一人一口吞噬了整個全球市場大餅的45%到50%，剩下的所有電子、軍工、首飾跟投資需求，全部都只能擠在那可憐的剩下的一半裡，互相廝殺。那價格上漲不會自動帶來更多的回收嗎？這想法其實太過簡化了。我們預計在2026年就會面臨一道殘酷的物理邊界。你要知道，從廢舊太陽能板裡面回收白銀，處理的是已經高溫燒結在硅晶片微米級結構上的銀漿。要做到高純度，同時又低成本的萃取，在技術和財務工程上依然是一堵嘎牆。現實情況就是，回收的速度根本遠遠趕不上燃燒的速度。而更嚴峻的挑戰其實還在後頭。看看國際能源總署 IEA 的路徑預測，到2030年，全球每年的太陽能新增裝機量可能會飆升到1000 GW。按照目前的耗銀比例換算下來，光是太陽能這一個產業，每年就會需要5萬噸到7萬噸的白銀。這不僅是目前全球純礦產量的2倍以上，更是遠遠超過回收銀能填補的極限。這絕對是個填不滿的坑。
如果太陽能是個我們已經看見的巨大黑洞，那麼我們接下來要看的就是另一場悄悄發生的突襲，也是機構分析師目前在定價模型中還沒有充分 price in 的隱形需求增量。請各位將目光轉向這兩個板塊 ：AI 伺服器的高階印刷電路板，還有精密軍事電子設備。這兩個領域正處於爆發期，而且對白銀的需求具有高度的非週期性。它們正在全球安靜但急速地擴張白銀的消耗版圖。先談談爆發中的 AI 基礎設施。在 AI 硬體的狂熱下，每一塊高階印刷電路板，從 AI 伺服器的主機板到高階顯卡，都嚴格依賴白銀來確保極具可靠的焊點跟導電層。這可不是能隨便找替代品妥協的材料。隨着 AI 伺服器數量的暴增，這部分的白銀需求正在急劇膨脹，而華爾街的分析師們顯然還沒把這筆賬算清楚。再來是另一個極其剛硬的需求：現代軍事電子、精密導引武器、雷達系統、衛星通訊設備，這些東西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必須確保100%的電氣可靠性，完全只能仰賴白銀接電。在現在地緣政治衝突升溫的大背景下，軍工產業創造出來的是一種完全無視經濟景氣循環的白銀始終剛需。需求端的三個大引擎，太陽能、AI 跟軍工全都在滿載狂飆。那我們回過頭來看看供應端，這就是我們要面對的結構性高牆，我們稱之為供應端的癱瘓。為什麼礦業部門沒辦法對這種爆發的需求做出快速反應？我們快速走一遍開新礦的流程就知道，從第一步發現礦床的地質勘探，到第二步漫長折磨的環境評估，接着是第三步砸下重金的礦山基礎設施建設，最後才能推進到第四步的商業量產。這是一個極端資本密切且充滿官僚紅線的繁瑣旅程。各位知道跑完這整個流程需要多久嗎？整整10到16年，這就是最大的認知衝擊所在。就算今天全球礦業公司資金無限，立刻砸錢投入開採，這些新的白銀產能也面臨着長達10到16年的時間鎖死。也就是說，遠水救不了近火，新供應最快也要等到2035年以後才可能進入市場解渴。這就帶出了我們今天這份戰略簡報的核心命題。一邊是呈指數級爆發的科技與綠能需求，另一邊是長達10幾年的供應鎖死。這種時間上的嚴重錯位，意味着中間龐大的供需缺口只能靠着快速消耗有限的地面庫存來填補，而這種庫存枯竭的過程，正是孕育極端非對稱投資機會的最佳土壤。所以在今天這場深度解析結束之前，我想留給各位一個問題，捫心自問。面對這樣一個被嚴重低估、供應徹底跟不上需求爆發的工業金屬斷層，你目前的資產布局真的準備好迎接這10年來最大的時間錯位了嗎？技術被市場忽視的平靜水面下，往往藏着最深的機會。回去重新檢視一下你們的數據吧。我們下次見。